这趟旅程，我们跑了一趟从深山到海线的一日路线。哦，这里好晃哦！有在晃的呢。先从山里的步道暖身，再到德尔雅纳超美的咖啡厅休息。我觉得一定要来过一次，这里真的美得不像是台湾。下山时经过奋起湖老街，虽然没有停，但光经过就能感受到热闹的氛围。到嘉义一定要吃凉面，酸甜的味道真的很开胃。最后在快速道路上骑着夜路，把整天的旅程收回到台中。那就跟我开始这次的一日骑旅吧。早上6点15，我跟老婆还有2位朋友，4个人就要开始今天的德尔雅纳一日游。那因为今天的距离比较长，行程也很满，一开始我们就要先骑到南投民间吃早餐，大概1个小时的路程。而为什么早餐要跑到民间吃呢？主要是因为要在那里跟我老婆的堂哥集合，他住在彰化，民间则刚好是今天行程顺路的集合点，所以想说就先在那边吃早餐，之后再正式开始今天的行程。一路往南骑，早上天气微凉，车也不多，而那种今天是出来玩的感觉就开始慢慢涌现上来了。就这样，我们骑到了早餐店。不过抵达早餐店之后，发生了一点小插曲。就在刚刚，我们打电话给堂哥，发现他才刚睡醒，直接就睡过头了。那我们讨论后就决定先把早餐吃一吃，然后跟他约在下个景点会合。我点的是水煎包，不过似乎放有点久了，口感偏干。另外，大饼吃到剩最后一个，才想到要来拍一下。早餐吃完，我们就从民间再次出发，准备前往今天的下一个行程点——蓬莱瀑布。从民间继续往南骑，路段会先经过竹山，之后会在南投、云林、嘉义的县界末端快速切换。那这段路的风景其实蛮舒服的，一路上能看到很多树林、河谷，还有比较开阔的山景。而像这样早上的阳光还不会太强，3台车一路巡航，整个旅游节奏刚刚好。进入山区，周围的景色也开始变化。在蜿蜒且缓慢爬升的道路中，刚才还模糊的山线就已经近在眼前了。整个氛围就像是一种悠闲的在山里游走的感觉。今天的第2站虽然是瀑布，但我们会先到入口处旁边的阿尔达爱玉停一下，看一下周边的环境，拍一点画面，然后再往步道的方向走。看你喜欢哪一只可以带回家。他家很多只。这会来。超级小只。哦，他在吃，他要吃早餐了。我们不要打扰人家吃早餐。跟堂哥会合后，我们就出发去瀑布了。有在抖呢。这个要耗体力了。
鱼耶，这是鲤鱼吧？是吧？是不是太清幽了？我们刚刚来的路上看到猴子，哎，我也有看到一只啊。要往古坑的时候就看到一只猴子。云雾在山峦间流动，把风景都变得柔美。一边走一边看，整个人都放松了起来。到了没？剩200公尺。啊，还有200公尺。哦，这里好晃哦。有在晃的呢。有可能是哎，就是那个瀑布啊。不是啦，不是吗？应该是这边吧。我们好像再往上吧。有没有看到最中午？有没有？没看到瀑布就先回头。你就当做那个就是瀑布了，好不好？你把对啊，那个小流水当瀑布。这比昨天那个还晃哎。哦，猴子。哦，哇，好厉害哦！好厉害，跳好远哦。猴子也想说这个人类在惊呼什么？哎，这里有一只小的，还有吗？哪里小的，这里。看到，哎，真的耶，好小只哦。它在叫吗？小猴子。这里有一只老猴子，老猴，拜拜。老猴。突然间讲了，你在骂马克对不对？偷臭马克。这个步道其实没有很长，只是有些坡有点陡，会爬到稍微有点喘的程度。走回来后，我们就在入口处的爱玉店休息一下。从蓬莱瀑布离开之后，我们就在骑上149甲线道。这段路我觉得蛮好骑的，路幅宽度舒适，弯道也不算急，就是那种可以用自己的节奏慢慢巡航的山路。那旁边这一条一直陪伴着我们的溪流是阿里山溪，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从阿里山流下来的溪流，只是近期比较没有降雨。所以溪流的水量蛮不明显的。不过从149甲转加155线的时候，路幅就突然缩了起来，变得比较窄。那顺着路继续骑，就会看到来吉部落，这里的环境蛮不错的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附近还有小木屋餐厅，感觉氛围很好，是蛮适合停下来晃一晃的地方。只是今天我们的行程比较赶，就先没有停留了。再往前骑，会骑上这个小桥，要来越过阿里山溪。之后路线就开始往更深的山里走了，这里弯道变得更密集，坡度也更明显，而且路又更窄。同时在快到德恩雅纳时，路面就会变成水泥路。还好这次是骑车来，如果我是开车的话，真的要开得很小心。像我自己应该就会不太敢开车在这里会车了。不过如果我不想自己开车，也不想骑车的话，其实还有接驳车这个选项，只是详细的资讯就要去问旅行社了。那德恩雅纳的海拔高度大概1400公尺，虽然没有到很高，但也会比平地明显冷一些。一路这样骑上来，风景也跟着高度慢慢变化，真的会有一种来到秘境村落的感觉。德恩雅纳是一个周族在莫拉克风灾后重建的部落，那时原本的部落名称是莱吉部落。稍早我们在加115线经过的莱吉部落，也是当年受灾户重建的部落聚集之一。
这里的房屋会建造成彩色斜屋顶，是因为整个社区是以永久屋规划，结合木屋和长屋的概念，让它更能应付山区多雨的气候。而这里不只是一个像童话村的地方，也是一个族群重建后的家。这那个烤肉是吗？对啊，这铁网烤肉，是烤肉，对，那烤肉，好大，烤肉，好大个哦！没看过这个，很多风景区都有三层肉啊。其实这样子木屋跟这个蛮漂亮的。很漂亮哎，哇，好漂亮哦！温馨哦。对啊，就是这，现在小腿隐隐作痛。那有只猫，门口，哎，有猫咪，喵喵。有点虎斑，有点橘。所以它到底算山花还是算虎斑？还是山花虎斑？三花虎斑怎么听起来有点像是卖袜子？沙弗尔，山花。它居然不怕凯杰。给摸，哎呦，直接摸起来了。哎呦，给摸，矜持类啦，矜持类。谢谢。还是学生嘛？啊，不是，哎，其实社会人士了。哎，对，打给龙志强奇怪，怎么感觉很年轻？谢谢。等于刚才那会儿肉呢。蓝色衣服那个应该算。对啊，蓝色衣服那个，不过没看到，有啊。只是要跟他挥个手。还有这个年轻。不然以前是在别的地方。从咖啡厅旁边的小路往后面走，走到底右转就可以到他们的厕所。而那间厕所似乎是由块木制作成的，木头的香味非常浓厚。没错，就是。这个咖啡厅真的很棒，价格不贵，气氛很好。如果大家有来的话，我蛮推荐可以去坐一下，喝杯饮料。有开啦！哎，有鸡耶！哎，好多鸡哦！在这里，乌骨鸡吧？这乌骨鸡吗？它的头是黑的啊，哎乌骨鸡吧？哦，这好肥哦！这都好健康哦。这一碗我也不喜欢，给他吃。是哦，然后他就，你的到底哪说？我昨天被打麻醉的地方还在痛。你说弄牙齿的地方对啊，啊？是哦。那个麻醉直接打在上颚上面，哦，那个肉上面很痛。痛死！而且他一点心理没有那个，来喽，我数1、2、3，然后针头就直接进去了。然后他拔掉的时候还好吗？我说你不是说要数到3吗？没有啊，我就1、2啊。超像苍蝇的声音。它是不是有一个什么追随的模式啊？有啊。就是你边骑然后可以边追随。一直讲，我可以3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从德恩雅纳离开之后，我们就准备一路骑下山，目标是到嘉义市区吃凉面。那虽然我们不是要往阿里山里面更深的方向走，但这一带都还是阿里山的山区范围，所以沿途的风景非常有山林的味道。山路的弯道其实蛮多的，但这种山中特有的树林迷雾景色也非常有氛围感，
可以让人边骑边欣赏这样的风景。那我们会经过奋起湖老街的入口，这里是阿里山很有名的老街，以前因为铁路运输而兴盛。那同时这里的木造老屋、便当、茶叶，还有云雾景观都很受游客欢迎。只是这次的行程比较紧凑，所以就没有特别停下来走进去看看，纯粹骑车经过，稍微看看这里热闹的氛围。离开奋起湖后，我们继续沿着路往嘉义市区的方向骑，而这段路算是台18线，路幅变得比较大，骑起来的压力也更少了一些。再往下骑，海拔慢慢降低，空气也越来越温暖，变得更像嘉义的气息。接下来就准备到市区休息一下，然后去吃这趟旅程最期待的嘉义凉面。从全家休息完之后，我们就准备骑往嘉义市区。一路骑进市区，可以明显感受到建筑开始变得密集，路口也多了起来。那我们这趟骑了一大段路，现在肚子也有点饿了，所以就直接来凉面店吃一波啦。这间是嘉义很有名的凉面4味果汁，招牌是白醋麻酱凉面，加上一杯酸甜的4味果汁，味道简单又在地。凉面的面条很 Q， 吃起来很清爽又开胃。那我这碗是小碗的，想吃饱一点的话可以点大碗，同时配其他小菜哦。凉面吃完之后，我们就从嘉义市区沿着台一线往南骑，之后要骑上82号快速道路往西边移动前往海线，然后再骑上61西滨快速道路往北移动。那我们毕竟是骑了整天的车，体力上也无法直接骑回台中，所以我们就先骑到云林口湖休息站，补充体力，顺便吃点东西。大鲨鱼，我觉得头好痛哦，各种轰鸣声。姐姐，你的那个咖喱怎么有点像黑皮药膏？你说咖喱怎样？黑皮药膏。黑皮药膏，颜色比较像吧。哦，凯旋的。这台我当初有考虑耶，可是那个不好养，所以就算了。贵而已啦。没有，它零件很贵。啊，对啊，你要想它是进口的啊。啊，就是贵啊。对啊。贵就是重点。对啊，进口就是这样。从口湖休息站离开之后，我们直接骑上西滨快速道路，接下来就是一路往北，直奔台中。西滨这一段的路况算是笔直开阔，还好今天晚上的风不算大，骑起来还算轻松的。回头看一下今天的行程，从南投的早餐开始，一路跑到瀑布，还有山里的部落，接着再穿过阿里山的山区，下到嘉义市区吃凉面，最后再到云林海线休息。
其实整天的动线横跨了山线、平地、海边，景色跟心情都一直在转换。虽然行程安排得算满，但每一站都很有特色。山里的空气、部落的风景，还有嘉义的在地气息，都让这趟旅程变得更丰富。虽然骑到后面有点累，但那种今天真的有出来走走的感觉，还是让人觉得很值得。那今天的旅行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类骑车出游的影片，也欢迎帮我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也可以顺便订阅一下。我们下一趟旅程再见啦，拜拜。